仔细看，女人惶恐地坐在马桶上，好像是在惧怕什么东西。突然，下面传来一阵异响，天花板开始剧烈抖动，女人吓得惊慌失措，那东西好像钻进了马桶。女人慢慢转头查看，突然，就在不久前，一艘豪华游轮航行在海面上，游轮内部的有钱人正举行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宴会。随着各种压轴节目的进行，气氛到达了最高点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驾驶室却乱作一团，游轮突发故障，失去了动力，通讯设备也全部中断，而唯一能用的雷达上面却显示一种巨型生物正快速向他们靠近。不一会，一股猛烈的撞击随即而来。顿时间，船舱内一片混乱，人们惊慌失措，四处逃命，倒在地上的直接被一脚踩过。而不远处的海域上，一艘舰艇正快速向游轮驶来，船长大才为雇佣兵运送一批货物，本以为是一单大生意，可机械师阿伟却发现这群雇佣兵押运的竟然是鱼雷。就在这时，雷达突然显示前方有一处障碍物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就径直撞了上去，船体被撞开一个大洞，海水随即渗入进来。这时大才惊奇发现，不远处的海面上竟然停着一艘巨大的游轮，他想要上去寻求帮助，但雇佣兵却突然翻脸，迅速控制了所有人。他们胁迫大才驾驶舰艇慢慢靠近游轮，接着黑进游轮系统，成功打开了舱门。原来这些雇佣兵的目的就是要洗劫这艘游艇，可当他们闯进大厅时，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人，只见四周一片狼藉，桌子上、电梯里到处都是血迹。这时队长决定兵分两路，他带着一路人继续搜寻，大才与阿伟则被带去寻找修船零件。这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，一名雇佣兵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发现一处水里正在不断冒泡。正当一脸迷惑时，突然另一个雇佣兵听到惨叫声赶了过来，看着管道上面的血迹，他误认为是大才杀害了队友。就在他举枪逼问时，殊不知危险已经来临。仔细看，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，他却毫不知情。就在他误认为是大才杀害队友时，突然感觉大腿被什么东西缠住，下一秒就被直接拽入水里。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将男人快速拖行，男人拼命挣扎，不一会就消失在了水里。大才二人见状连忙逃离，那怪物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就在即将被追上的最后一刻，逃进了一间房间里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此时在游轮的保险库中，队长发现了一名幸存者小美，她不久前因偷窃被船长人赃俱获，随后被锁进货舱里，没想到因此幸运躲过一劫。老黑利用小美手里的门禁卡，成功打开了保险库，在里面遇到了幸存下来的游轮老板。老板告诉他们，游轮上有恐怖的怪物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不久后，众人在电梯里再次相遇，还没来得及歇口气，电梯突然剧烈抖动，随即传来怪物的嘶吼声，接着电梯急速坠落，直接掉到了最底层。好在有惊无险，一群人爬出电梯，结果发现了恐怖的一幕，走廊墙壁上全是血，地上布满了盒饭，来不及恶心，怪物又追了上来，坚硬的船体被怪物挤压得严重变形，眼看怪物就要突破冲进来，众人急忙逃离，躲进了一个仓库里。这时一个惊天大阴谋被揭开，原来雇佣兵是老板请来的，他想让他们劫持船里的有钱人，然后用鱼雷将船炸沉，以此获得巨额保险理赔。突然一种粘液滴落在阿伟身上，他转头一看，眼前的一幕瞬间惊呆了。疯狂的火力暂时压制住了怪物，大家趁机迅速逃离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前往出口的通道此时已经被海水完全淹没，回头已经不可能。众人只好下水游到对面，不料意外再次发生。在水下，黑人士兵快速向前游动，忽然后方触手快速追来，将他死死缠住，在水中不停来回甩动。没有办法，士兵只能被迫拉开手雷，含恨领了盒饭。剩下的几人逃到厨房后，立马发生了争执。大才想回到舰艇离开这里，却被一名雇佣兵拦了下来。他要求大家留在这里等待救援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其他人突然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原来怪物已经来到了男人身后，仔细看，一个会吃人的深海巨怪出现在身后，男人却毫不知情。众人见状吓得连忙后退，男人终于意识到了危险，头也不回的直接射击。一番猛烈输出后，终于击退了怪物。就在他转身想要离开时，怪物再次出现，一口将他吞入腹中。男人只能含恨领了盒饭。大才带着大家继续逃跑。这时老板故意给大家指了一条错道，自己则留在最后，从另一条通道逃跑。几人顺着错道来到了一处大厅，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这里犹如饕餮盛宴后的餐桌一样，布满了被啃食干净的人体残骸。就在这时，怪物又出现了，大家只能继续逃命。慌乱中，几人再次跑散。阿伟和队长跑在了一起，眼看怪物就要追上来，队长竟然打伤阿伟的腿，以此来为自己争取时间。危急时刻，阿伟躲进一旁的小门里，成功躲过一劫。死里逃生的阿伟来到一处房间休息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他，原来是丢下他的队长。此时他的下半身被怪物死死咬住，善良的阿伟把枪递给他，让他自我了断，免得遭受更大的痛苦。不料队长死到临头还要拉垫背，反手就朝着阿伟开了一枪，好在没有打中。就在他准备给自己来个痛快时，
最终只能被怪物活生生吞进肚子里。剩下几人终于来到甲板，他们乘坐升降机回到舰艇上，可由于油箱受损，剩余的燃油根本不足以逃生。大才让小美去寻找快艇，自己则将鱼雷放置船头，接着将舰艇设置成自动驶向游轮，从而炸毁游轮，以此消灭怪物。就在准备撤离时，游艇里突然传来枪击声，原来老板劫持了小美。危急时刻，大才霸气现身，成功救下了小美。不料枪声吸引了怪物的注意，游船开始剧烈抖动，一阵地动山摇过后，怪物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，居然是一只身高666米的章鱼怪。两人吓得连忙后退，不料怪物一把将大才死死缠住，眼看就要被怪物送入血盆大口。大才赶紧掏出6米长的喷子，对准怪物眼睛酷吃就是一枪。怪物吃痛松开了大才，两人趁机逃离了这里，成功找到一艘快艇，正准备离开，结果怪物堵住了出口，只能前往其他出口。那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大才边打边撤退。而另一边，逃走的老板来到了大才的舰艇上，就在他想开船离开时，却发现舰艇早已被设置了路线。他努力想要改变航线，但为时已晚，最终只能在绝望中撞向了游轮。随着鱼雷的引爆，游轮瞬间被摧毁。大才和小美凭借主角关怀，在最后一刻成功逃出了游轮，身后的怪物则在一片火海中变成了香脆可口的烤章鱼。最后，大才二人飘到了一座孤岛上，没想到阿伟也活了下来。从此，三人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就在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岛上突然传来可怕的怒吼声，山林里的鸟四处逃散，更加可怕的怪物即将来临。电影到此结束。